Hello Hello，大家好，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如果你看了我上一期的视频的话，你肯定不难猜到我这两个视频是一块儿录的。这个有一个上期和下期。上一期我讲的是关于我去雷岛，法国雷岛度假，关于骑车、骑行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感兴趣或者还没有观看的话，请你点击上方的链接。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分享的不是头疼的事情了，而是我在这个旅行中最喜欢、最享受的事情。在我分享之前，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去海边度假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快快在评论区和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你在海边最喜欢做的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是赶海。赶海，可能有朋友一想到赶海，突然就觉得很害怕，因为可能会挖出来螃蟹，可能会夹到你。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但其实呢，我觉得那些海洋小动物，他看到你一定比你看到他更害怕。人家本来在那个沙滩上待得好好的，然后突然你拿一个铲子一直在那儿挖，他肯定就突然一下被你搅得头晕脑胀的。我其实这次赶海之前是做了一些准备的，做了很多攻略，在小红书啊、YouTube 上还有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怎么样比如说抓蛤蜊、抓螃蟹，还有那个竹蛏，中文讲的攻略和用英文、法语讲的攻略。因为我想我在雷岛嘛，这里可能法国人会更懂他们当地这个海域这边怎么样挖出东西，所以我是不同种类的视频都看了看。但是后来呢，我是发现在网上看到的攻略和现实中发现的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就是你在网上看到别人拍的视频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他只拍到了他捡到海鲜的镜头，就是有可能他在那个海上徘徊了很多个小时，可是他的视频只有7-8分钟，然后他在7-8分钟之内捡到了很多东西，然后你就会对赶海有一种很大的期待，就是说哇，这么大的扇贝或者是螃蟹这么大，然后它都可以在海滩上你就直接就发现。但其实你自己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找到东西的这个过程，在你还不太会的时候是真的很慢的。然后你在网上做的那些攻略，真的还不如就跟当地正在赶海的人交流一下，因为他们会告诉你一些很实用的办法。就比如说抓竹蛏，在网上老有一些视频看起来很棒，就是你找到一种小洞，一个眼儿，然后往里面撒一些盐，然后那个竹蛏就会被盐给呛到，然后它自己就砰的一下蹦出来。它这个其实是很有技巧的，不像是说撒了盐它自己就会出来或者怎么样，其实是还是蛮复杂的，而且它不同的洞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你根本就没有找到那个正确的洞。后来我和当地的正在赶海的一些老爷爷交谈了一下，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找蛤蜊。为什么呢？因为蛤蜊它就是在泥里面，一个比较浅的泥里，就是你也不用挖很深，就是用手在这里摸一摸就会碰到。这种蛤蜊最好找，而且呢，它也不会咬你，对吧？蛤蜊也不会夹到你。后来他们就说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呢？是我以前也没想到的，就是你要用一个小尺子一样的东西去看一下大小。一般就是说这么大的蛤蜊你才能带走，但是其实还挺不好找的，因为小的比较多，这么大的很少。所以就是你得在那儿摸好久，那个指甲里面可能都是泥，它生长在泥里，但是还是挺好玩的，就是比较费时间，在那泥里面摸着找。有的时候摸着摸着，我能发现小螃蟹，就是那种壳还没有
长好的浅浅的浅绿色的小螃蟹，有的时候我手还能就是直接这样在摸蛤蜊的时候会碰到一个，然后跟泥一块拿上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一个螃蟹，然后赶紧给它扔掉，我觉得很害怕，但是我觉得那个小螃蟹应该更怕我，还是蛮搞笑的。其实如果你盯着那滩沙看，很仔细的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沙滩里面很多很多正在动的东西，不是说一滩沙和蛤蜊，还是说一滩沙和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有很多海里的蜗牛、小鱼苗，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有的时候看多了我会害怕，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动，但其实你放轻松，不要那么注意，也就还 OK。主要是害怕挖到螃蟹。挖到的蛤蜊，我们一般是会把它放在水里泡一晚上，放很多盐，这样就是把它的泥让它吐出来。然后有一次我们用它做了意大利面，味道还不错，就是那种很新鲜的感觉，自己挖出来的嘛，就比较有成就感。我觉得赶海真的是一件比较好玩的事情，虽然说要起得很早，这件事情有点头疼，但是你也可以看那个潮汐表，就什么时候海水会下去，然后下去多久，它不一定是都要起一个大早，有的时候9点那个海岸才下去，所以这都不一定。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起早去的话呢，其实也不错，因为你还能看到日出，而且这个整个海滩不一定有很多人，有可能这一片海滩里只有你一个人起了一个大早，你就会感觉这整片海滩都是你的，还有一些海鸥在旁边，然后很安静，我觉得是一个很疗愈放松的一个环境。好了，今天就想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